近日看了一部后劲儿很大的电影《草木人间》。作为一部反传销的电影，很多人拿它跟反电诈的孤注一掷比较，但在小编看来，《草木人间》就是他自己有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很少有电影能让观众在美感和剧情的双重冲击里找到共情，《草木人间》就是这么神奇。看完电影才发现，这部片子勾起了不少网友的深深共情。有人说自己很庆幸带着父母一起去看，哭得厉害，说不出的难受，再买10张电影票也值了。有人说看完心悸了很久，后劲儿很大，久久缓不过神。也有人说很能共情，因为之前就有被骗买产品拉人头的亲人，怎么说也不听。甚至不少网友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以及其他至亲。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院线片，《草木人间》已经将反传销的理念深深刻在了每一个看过电影的观众心里，不论之前身边有没有相似的经历。但更让小编喜欢的是顾晓刚导演在电影中埋入的那些细节、暗喻和关联。《草木人间》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在于此。因为是新片，在不剧透的基础上，小编跟大家回味一下电影中10个细思极恐的细节埋设。看完这一个视频再去看《草木人间》，你会更能体会到导演的深刻用意。第一个细节，标题《草木人间》的深层含义。电影的故事其实不复杂，青年木莲的父亲10年未归，不知所踪，母亲抬花采茶为生，误入传销。为了拯救母亲，木莲决定深入虎穴，最终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唤醒了母亲。影片标题叫《草木人间》，表面上是因为电影与杭州的草木风景连结紧密，并且草木是茶字的拆解，而片中几位主要角色的身份都跟茶有关。台花是采茶女，老钱是炒茶师，等等，也让角色和主题相勾连。深层次的其实就来自以草木育人。片子刚开始就在讲木莲的家族和树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棵树，人死树倒，生生不息。导演曾说，木莲的精神意象是自然之子，可以与山水草木、花鸟鱼虫通感，具有神性，这也让他深入传销组织拯救母亲的行为。有了灵性的、形而上的象征含义，细细解读，滋味颇丰。第二个细节，木莲的来历。吴磊饰演的儿子角色名叫木莲，这个名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出自木莲救母的故事。木莲的母亲青提夫人虽然家中富庶，但吝啬贪婪，常常宰杀牲畜，不修善念，死后成了入了恶鬼道，堕入地狱。木莲为人善良，见母亲受苦，祈求佛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让母亲升入天堂，广为流传。虽然片中木莲改为木莲，但读音相同，而故事的寓意其实都是劝人向善，劝子行孝，所以可以说草木人间和木莲救母拥有相同的属性。只是与莲有联系的木莲，相比于民间传说里的普通人，拥有了独属于自然的一份灵气。第三个细节，茶虫的含义。茶虫是片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共出现了2次。第一次是母亲抬花从茶园采茶归来，肩膀头子上趴着一条肥硕的茶虫，抬花喜出望外，因为茶虫肥硕代表茶叶健康，于是将虫子小心翼翼放下桌上观赏。第二次是母亲堕入传销，在换衣参加别人生总的大会之前，发现自己的西装上爬了一只茶虫，于是她把茶虫放在指尖开始玩弄，恰于此时见证了闺蜜金兰的消亡。茶虫作为昆虫，应该跟植物紧密相依。第一次茶虫出现在茶园，暗喻抬花和儿子的关系十分紧密。第二次出现在奢侈的酒店，也预示着抬花和儿子的分崩离析。另外，茶虫是一种无法化蝶的昆虫，也就是说，从最开始，抬花的命运就是注定的。第4个细节，喊山的呼应。片中对喊山这个行为有清晰的首尾呼应。开头，采茶女们深夜上山喊山，是为了喊醒山神，保佑茶叶丰收，家人健康。实际上，因为木莲失踪的父亲名为何山，喊山这个动作也可以理解为母亲对父亲声嘶力竭的呼唤，对丈夫的幻想和依赖。
到了结尾，台花因为受刺激精神不清醒，木莲历经艰辛将她背上了山，靠在属于自己的大树边，希望山能喊醒母亲。这里其实是一种回馈，表面上是木莲作为自然之子，希望母亲从草木间汲取力量，从梦幻中苏醒；深层次是木莲放下了对父亲的执念，决定与母亲相依为命，用自己的亲情和生命力喊醒母亲。第5个细节，量子桶。片中，木莲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通过保健品专门坑骗老年人群体的骗子组织。他们的第2步就是将老人骗到店面，用量子桶做按摩，夸大其治病养生的功效，骗取老年人的养老钱。实际上，拍这部电影之前，导演做了不少工作，对诈骗传销的套路熟谙于心。量子这个概念自从出现后，就频频出现在新闻。见诸报端，很多骗子利用这个概念骗人，什么量子速读法、量子药膏等等。当然，明晃晃出现的量子桶也在其中，还曾被新闻揭发，大量报道。第6个细节，蝴蝶国际。台花进入的传销组织名为蝴蝶国际，公司标志是一个振翅高飞的蝴蝶，组织里的女性常用的话术，也是我变成了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实际上，蝴蝶这个名字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与查重意象的对照组。蝴蝶有破茧成蝶之意，而查重永不成蝶，这也意味着一个名叫蝴蝶国际的组织不可能带着台花这一众查重飞向成功的彼岸。第7个细节，猛虎。最后木莲将母亲从水中救出的时候，首先苏醒的是母亲台花。台花并不是自然苏醒，而是被一只猛虎吓醒的。半睡半醒之间，猛虎时而出现大吼，时而消失，对应的台花也时而噤若寒蝉，时而放肆吼叫。这里的猛虎实际上指代台花的心魔。台花因为被骗加上闺蜜遇害，受了刺激，精神失常，而其根源就是她渴望出人头地的大女人心魔。这只猛虎是心魔的具象化，台花和猛虎的对垒，实际上是台花自己完成自我救赎的过程。猛虎消失，意味着台花战胜了欲望和怨念，这为之后她沐浴净身的情节做了铺垫。对台花来说，消除心魔，洗净身子，意味着新生以来，也意味着木莲救母的彻底完成。这是台花独有的仪式感。第8个细节，消失的河山。作为一个片中只出现名字的父亲，河山的形象是极为模糊的，但从他的名字及影片细节，我们基本能脑补出父亲河山的过往，以及木莲与父亲关系的进程。河山意为何处是山，木莲寻父，对应的是自然之子寻山。山是自然的归宿，所以这份牵绊似乎无法割舍。后来，在木莲与台花以及金兰与台花的台词中，我们几乎能得到关于河山的所有信息。河山或许有断袖之好，而他的意中人或许就是开船的阿良。晋祠寺不断的钟声和结尾寺庙师傅的留白，暗示河山或许出家。寻父不得是木莲生命中的缺失，因为父亲，木莲不希望母亲改嫁，间接导致母亲的悲剧。而在传销组织中，木莲在父母的抉择里挣扎许久，划掉了父亲的名字，也意味着他在心底里与父亲做了切割，选择了母亲这一边，为之后彻底的救母做铺垫。也是因为河山，让木莲意识到母亲即便上当也心甘情愿，是因为自己对母亲疏于理解和陪伴，这也是影片主题的一部分。第9个细节，洗茶和洗脑。木莲被叫到西湖游船的传销会议上那一段，有一个对洗茶特写，茶刷的形状很像刚开始老年人戴在脑袋上的量子头疗仪器。特写过后，那个刚开始与木莲一起骗老人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川上，加入了蝴蝶国际。这里显然用洗茶比喻洗脑，也用洗茶比喻诈骗。整部电影和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人物身份等表层的关联，深层次的意象也有不少。比如开头提到的茶叶战争，讲述的其实是通过茶叶，英国打开中国大门，发动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卷入国际贸易体系的本质。显然，木莲卷入传销也是被迫的，借着本书，
其实也在暗喻穆莲之后的经历和处境。第10个细节，梁龙的反间。二手玫瑰梁龙在片中饰演罗总，是蝴蝶国际里出场的大 boss， 但实际上梁龙早就出场了，就是在台花第一次被拉进会场的时候，梁龙站起来大喊这就是传销，然后被送了一盒足疗贴，悻悻离去。刚开始不少观众以为这是有人良心发现，后来才明白这是自导自演的反间，是为了打消参与者的疑虑，故意将传销这个概念从罗总之口引出，然后再用一套话术彻底打消大家的疑虑的过程。骗术不可谓不高，这也是现实中传销惯用的手法。另外，片中也呈现了很多传销的营销手段，比如立人设、虚假朋友圈、话术培训、假夫妻、假母子、假关系等等，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传销骗钱。片中的细节还有很多，小编目前只看到这么多。如果大家还看到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欢迎留言交流。